叶枫，这是3万，拿了走人。堂哥，去年你亲口说的，鱼塘交给我打理，赚了钱利润对半分。今年的利润有300万，你就给我3万。哼，我说过吗？谁听见了？当初那顿饭就是在这间堂屋吃的。兄弟，只要你帮我把鱼塘救活，年底挣多少，咱们兄弟俩一人一半。那时候满屋子人都在，现在满屋子人都低下了头。小枫啊，亲戚之间别算这么清楚，大海也不容易，塘是他的，鱼苗是他的，本钱也是他的。你年轻，能跟着学到经验就不错了。3万块不少了，村里谁给看塘工1年3万？看塘工，鱼苗下塘那天，是我泡在水里一条条筛；梅雨季连下7天，是我半夜扛沙袋堵塘口；7月高温缺氧，是我守着增氧机，3天3夜没合眼；鱼生病，是我骑车跑了4个镇，找农技站翻爷爷留下的旧笔记，才把1塘鱼救回来。堂哥在县城喝酒谈生意的时候，是谁守塘？堂哥去买车试驾的时候，是谁联系餐馆跑市场谈价格？堂哥说饲料贵想省钱的时候，是谁重新配投喂表才把成本压下来？现在赚了300万，你说我只值3万？叶枫，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重要，没有我的糖，你有本事赚300万吗？堂哥，你确定这3万就是你给我的交代？叶枫，你要是觉得不服就去告啊！你有合同吗？有白纸黑字吗？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。是，我没有合同，因为我信他是堂哥，我也信这满屋子的亲戚，我信亲兄弟明算账，不是一句用完就扔的假话。赶紧拿钱走人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对半分。堂哥，这钱我不要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这1年所有水质、投喂、用药、出货记录的复印件，原件我自己留着。你留这个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的鱼塘我不碰了。你不碰？叶枫，你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？村里好塘都在别人手里，剩下的不是荒塘就是臭水坑。离了我，你拿什么翻身？年轻人就是气盛，等他饿2个月，就知道低头了。说到底，还是眼红堂哥发财。有些塘看着水肥，其实底已经烂了；有些人看着是亲戚，其实心早就变了。叶枫，你说谁呢？谁心里有数，谁就知道我在说谁。叶枫，你今天走了，以后别想再回来求我。这一刻，我清醒了。3万块买断了我1年的辛苦，也买断了我最后一点亲情幻想。听说叶枫嫌3万少，年轻人胃口真大。叶大海1年赚300万，他凭什么不能要一半？当初不是说好了？说好有什么用？没合同啊！亲戚之间还签合同，那不是伤感情？现在不签合同，不也伤了？这些议论声像风里的碎沙，一粒粒往我耳朵里钻。小枫，支书爷爷，刚才的事儿我听说了。当初大海说对半分，我确实听见过。可听见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拿回来又是另一回事。没有合同，没有见证协议，闹到哪儿都麻烦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就好。小枫，你爷爷当年是村里最懂水的人，他临走前还跟我说，你这孩子心正，就是太信人。爷爷叶守山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父母早早离世后把我拉扯大。别人家孩子放学玩泥巴，我跟着爷爷看水色；别人家孩子暑假抓蝉，我跟着爷爷下塘捞草。塘有脾气，水清澈不代表好，水肥沃不代表稳，人也一样，笑着对你好的人未必真为你好，嘴上骂你的人未必不疼你。那时候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支书爷爷，我不闹。真不闹？不闹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包塘。你想包哪口？烂泥湾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那地方是死水塘，臭了多少年了？前几年有人想清一，挖机刚进去就陷了，你包它干什么？赌气？不是赌气，我想试试。因为你爷爷。我没否认，爷爷临终前给我留下一个木箱，箱子里没有钱，只有旧笔记、水质记录，还有一张我一直看不懂的手绘唐图。唐图角落写着4个字：西湾老柳。我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剩下那几口臭水坑，你敢要吗？那一刻，我脑子里突然闪过烂泥湾边那棵老柳树。西湾老柳，也许爷爷留下的东西就在那里。小枫，包塘不是赌气，承包费、清淤费、修塘费、鱼苗饲料，哪一样都要钱。你手里有多少？不多。那你还包？正因为不多，才只能包别人不要的。你这孩子跟你爷爷一个脾气。我爷爷说过，坏塘不是不能养，是得知道它坏在哪儿。烂泥湾现在正挂着承包公告，28亩3年起包，承包费不高，但村里有条件，不能乱排污水，也不能影响下游农田。你真要包，就走正规手续。我走手续。还要做治理方案。我做。农机站也得备案。
我去。行，明天来村委会。谢谢支书爷爷。别谢我，我只是按规矩办，能不能把那臭糖养活，看你自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村委会签下合同，消息很快传开，不到半天，全村都知道了。放着好好的看堂钱不要，跑去包臭水坑，年轻人吃点亏正常，可不能拿后半辈子赌气啊！小凤，你这糖以后养鱼还是养臭气呀？哎，小凤，你堂哥给你3万，你不要，现在包这臭糖，3万够不够你请挖机啊？3万、30万都未必够。他不是有技术吗？技术能把臭水变金水？能不能变，明年就知道了。还明年？今年能不赔死就不错了。大海，你快劝劝小峰吧，这孩子跟你赌气，把烂泥湾包了。叶枫，你是真有出息。我昨天说你只配包臭水坑，你今天就真包了。你这是跟我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听话。堂哥，你要是来看热闹的，看完就走。我要干活。干活？你干得明白吗？这糖要是能养鱼，还轮得到你？好糖谁都会抢，坏糖才靠本事。哼，本事？去年那300万是我的糖赚的，不是你赚的。你别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。那祝堂哥今年再赚300万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臭水坑养活。你会看到的。傍晚，围观的人散了，我蹲在塘边，用玻璃瓶取了一瓶水，黑褐色，有浮沫，沉淀后底部有大量细泥。我又挖了一勺糖泥，泥层发黑，粘稠，腐败味重。可我把泥轻轻捏开时，指腹碰到了细细的颗粒，灰青色，像沙，沙粒没有光，却沉得异常。我想起爷爷笔记里的那一页：西湾老柳下，3尺黑泥藏青沙，青沙非宝，法才是宝。能进腐泥，能稳水底，却不可贪多，不可乱撒。须先通水路，再分层清淤，后以均泥养底。鱼入堂前，先让糖醒。我以前以为那只是爷爷晚年写下的经验，可今天我真的在烂泥湾碾出了灰青沙。我先沿着树根外侧量了位置，又根据笔记上的手绘糖图找准西南3尺处。是爷爷名字里的手。这里面的灰青色矿砂比我刚才碾到的更细更沉。小风若见此信，莫怕路难。叶家老唐兴于水，败于人。你大伯一方争利，你父亲心软退让，终使祖业散落。爷爷无力争回，只能把养糖法留给你。青沙产自西山肺脉，能吸附腐败沉积，配合菌泥可改善抵制，恢复水体自净能力。但切记，此物不是神仙药，糖坏10年不能10天治好，人心坏了也不能一句话变好。若你将来受委屈，别急着恨，恨会让水更浑。把糖养清，把账算明，把路走正。只要你站得稳，属于你的终会回来。从堂屋出来时，我心里有火，被羞辱的火，被欺骗的火，还有被亲情撕开的火。可现在看着爷爷留下的信，那股火慢慢沉了下去，不是熄灭，是变成了更稳的东西。我不想毁了谁，我只想证明自己。我要证明爷爷留下的养糖法没有断，也要证明叶家祖辈的糖业不该落在只会贪快、贪利、不守承诺的人手里，更要证明被人欺负了，不一定非要闹得天翻地覆，也能站起来，让所有人看见本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水样泥样来到镇农机站。你就是包下烂泥湾的那个年轻人啊？村里都传开了，说你跟堂哥赌气。不是赌气，是想养活他。呵呵，口气不小。我想做正规检测，后期清淤、沉淀、排水，我想按标准方案走，不乱排。你有方案吗？有初稿。分区沉淀、生态沟、低密度富养、水草缓冲带，这些是谁教你的？我爷爷。你爷爷叫什么？叶守山。叶老爷子，你认识？我刚到农机站那年，跟他学过看水色。你爷爷那手本事，10里8乡都服。爷爷留下的东西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记得。行，你这个糖难，非常难，但不是完全没救。不过你记住，不能急，
不能乱用偏方，更不能为了省钱把污水直接排出去。你要是愿意按规范来，我可以帮你把治理步骤细化。谢谢赵站长。谢什么？真能把烂泥湾治好，对全村都是好事。这条路虽然难，可我终于不是一个人往前走了。烂泥湾的治理从第一天开始就不顺，先是挖机进不来，塘埂太软，车轮一压就陷。我就说吧，这塘不能碰，挖机都不敢下，他还想养鱼。叶枫这次真要栽。我没有硬来，我拿着赵站长给的建议，先修临时便道，碎石、竹盘、旧木板，一点点铺。有人嫌臭，干一天就不来了，可我不拖欠，当天干完，当天结账。有人看我真给工钱，又回来继续干。小枫，你这钱花得跟流水一样，不怕赔？怕你还干？怕就更不能乱干。第一步，我没有抽干整塘水。赵站长说过，不能猛抽猛排。烂泥湾臭了多年，底部腐败物太厚，一旦猛抽猛排，臭水会冲进下游沟渠，影响农田。所以，我先挖了沉淀石，再开临时净化沟，污水分批导入沉淀石，加入合规处理材料，静置、过滤，再经水草沟缓慢外排。这套做法慢，也费钱，但稳。他真把自己当专家了，一个臭水坑还搞沉淀石，钱多烧的。他哪有钱？迟早借钱。哼，他要是来借，我一分不给。我没去借，我把这些年攒的钱全拿了出来，又把老屋后面的几棵杨树卖了。我还接了几家小鱼塘的技术活，晚上帮人看水，白天我回来治塘。最累的时候，我一天只睡3、4个小时。第一周臭味依旧冲，第二周浮沫少了些，第三周水面不再像油一样发亮，第4周塘角有了几只水虫。这点变化别人看不出来，我看得出来。我每天都去水，早上6点一次，下午4点一次，温度、颜色、气味、透明度、溶氧、酸碱度我都记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赵站长来复查，比上次好多了。你这记录做的比不少养殖大户都细。爷爷以前说，养塘不能凭感觉，感觉会骗人，数据不会。老爷子说的对。赵站长，你也在啊？大海，你今年塘里放苗不少吧？还行，比去年多3成。今年行情好，准备冲一把。密度太高，风险大。塘底去年清了吗？去年不是刚转了吗？水好着呢。转了不代表塘底没问题，鱼越多，残饵和排泄物越多，底质坏起来不是1、2天就能看出来的。我知道，回头就弄。赵站长，小枫这塘真能养鱼？按现在的治理方向，有希望。希望？那就是还不一定。养鱼本来就没有100%。那你慢慢折腾，等你鱼苗还没下，我那边都准备卖第1批了。大海心太急，急的人看不见水底。你比你堂哥稳，我输不起，所以必须稳。稳是养殖里最贵的本事。当天晚上，我把青沙拿了出来，1池青淤不加沙，1池加沙不加菌，1池青沙配合发酵菌泥。我要看每个试验池的结果，不是直接撒进大塘。爷爷说过，法才是宝，不是拿到青沙就能赢，而是懂得什么时候用，怎么用，还要懂得用多少。越是想赢，越不能急。我要让数据告诉我哪一步是真的有用。烂泥湾治理到第4个月时，水色终于从黑褐变成了暗绿，臭味不再冲鼻，塘边开始有蜻蜓停留。而叶大海那边鱼苗已经下塘。今年咱们叶家鱼塘扩大规模，又包下30亩，目标500万。大海那塘那叫气派，一车车鱼苗往里倒，水面都翻花。哪像叶枫那边4个月了，连鱼影子都没见着。养鱼不放鱼，养空气啊！急放苗者先赚声势，慢养水者后赚根基。5月，赵站长再次来到烂泥湾。叶枫，你这套分区治理，我想让他看看。我这还没成功，没成功也值得看，因为你每一步都有记录。很多人塘出问题，连自己做错了哪一步都不知道。赵站，这水质恢复的挺稳。这不是靠猛药压出来的，是一点点养出来的。青沙试验怎么样？单独清淤有效，但恢复慢。单独青沙短期沉清快，但后续不稳定。青沙配合菌泥和缓冲水草，效果最好。氨氮下降明显，底泥气味减轻。你这个方法可以继续扩大试用，但别急着全塘铺。我打算先处理主养区底部，再观察1个月。好，你比我想的更谨慎。我只有这1口塘，赔不起。赔不起的人，反而更容易把事做成。
因为不敢飘。当天晚上，我把青砂按比例混合发酵菌泥分批铺为主养区堂底，用量、时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爷爷留下的是传承，但要走得长远，必须经得起检测。6月，烂泥湾终于彻底变了，近岸处能看见水草轻轻摇动，风吹过来，已经闻不到恶臭，只剩淡淡的泥土气息。我决定放第一批鱼苗。消息传出去后，村里不少人都来了，他们不是来帮忙，是来看热闹。我没有立刻卸鱼，我先测水温，再测溶氧，然后取运输带里的水跟糖水做温差对比。小峰，直接倒进去不就行了？鱼苗换水太急会应激，讲究真多。我没理他，让工人把鱼苗袋漂在塘边，慢慢试温，再少量加入糖水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才开始放苗。鱼苗入水不是乱冲，而是成群散开。密度确定只放70%，第1年求稳，少放就少赚。等糖稳了，明年再说。别人都是多放多赚，他倒好，有水不用，胆子小呗。就这点鱼，年底能赚几个钱？叶枫，你这糖还挂牌啊？以后每口糖都该有。谁看啊？水看。当晚，我守在塘边，鱼苗入塘后的第1夜最关键，我每隔2个小时巡一次。你还不睡？再看一圈。这鱼苗有啥好看的？看他们吃不吃惊。鱼也会吃惊？会。换水、换环境、温差、噪声都会让鱼不舒服，人搬家还睡不着，鱼也一样。你这么一说，养鱼还真不是粗活。从来不是，粗养能活，精养才能稳。第2天，鱼苗状态很好。第3天开始少量试喂，每次投喂后，我都观察鱼群抢食情况，再调整下一次的用量。1个星期后，鱼苗彻底适应，烂泥湾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生气。清晨鱼群翻花，傍晚水草边有小鱼追逐。村里孩子给这口塘起了新名字，不叫烂泥湾了，叫青龙塘。对，叶枫哥的鱼以后都要跳龙门。我没想到，最先承认这口塘改变的竟然是孩子。后来，村里人也慢慢改了口，烂泥湾这个名字很少有人提了。冬天来前，青龙塘的鱼长势稳定，没有爆发病患，没有大面积浮头，水质一直保持在安全范围。我把投喂控制得很细，哪怕鱼长得慢一点，也不让残饵沉底。这鱼不催肥，年底怎么卖大价钱？今年不卖大鱼，先卖口碑。口碑能当钱？能。我看你就是不会做生意。我没有解释，真正的好东西急着卖，卖不出长久。养鱼也是，做人也是。第2年夏天，第1场闷热雨来得很突然。我和叶大海已经很久没说话，可赵站长既然提到，说明有风险。消息发出去后没有回复。他们怎么这样？你提醒他们还阴阳怪气。提醒到了就行。他们不听呢？不听，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天快亮时，雨停了，青龙塘平安无事。可叶大海那几口塘却出事了，鱼大面积浮头，有1口塘水面发黑，臭味很重。海哥，增氧机开了1夜，还是压不住，那就换水，不能直接排，水太臭了。先把水放出去再说。村委会来了，不让排。你来干什么？停料了吗？关你什么事？昨晚喂了吗？喂了，还加了1次夜料。闷热雨前加夜料，残饵耗氧，鱼不出事才怪。大海，赵站长已经在路上，现在谁都不许乱排水，不排水鱼都要没了。排出去下游田怎么办？沟里水怎么办？你鱼塘出了问题，不能让全村跟着受罪。溶氧低，氨氮高，亚硝酸盐超标，底质严重恶化。我之前提醒过你，密度太高，塘底要轻，投喂要控，你做了哪样？我以为多开增氧机就行，增氧机不是万能的，塘底烂了，光开机器顶不住。小峰，你帮我看看。记录呢？什么记录？投喂记录、水质记录、用药记录、巡塘记录。这种时候你问这些干什么？没有记录，就不知道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。救塘不是拍脑袋，也不是凭情绪。有一点不全。
连续高温仍高量投喂，夜间加料，清塘记录空白，水质检测空白。先按应急方案来，停料增氧，分区引入应急净化池，能转移的鱼先转移，损失鱼按规定无害化处理，绝不能乱排。那我的鱼能保多少保多少，先保水，再谈损失。底质已经坏透了，现在先做3个区，东南角水浅，可以先围起来做应急沉淀，西边进水口暂时封住，防止外水刺激。北边还有一条旧沟，清开后能做临时净化沟。和我想的一样。你真帮我？我帮的是这几口塘，帮的是下游的水。先停料，增氧机继续开，但别指望只靠增氧机，损失鱼集中捞出，按规定无害化处理。存活状态好的分批转移到临时水池，不能一股脑乱动。支沉支挖出来，水先进去，不能直接排沟。转移鱼之前，水温差要控制，不然本来还有救的鱼也会被折腾死。忙到傍晚，第1道临时排水沟终于挖好，坏水缓缓导进去，经过隔离区和水草沟，臭味被一点点压住。虽然叶大海损失很大，但最坏的情况被拦住了，没有乱排，没有影响下游田地，也没有让全村人跟着承担后果。叶大海坐在塘埂上，整个人垮了下去。小峰，去年那事儿是我对不起你。现在先把塘处理好，账以后再算。他终于明白，不是我没脾气，是我更懂什么事该先做。叶大海鱼塘出事后的第3天，青龙塘开第1网。真有人来收啊！听说还是县城大饭店的老板。起网，来，稳着点儿，别急。哎呦，这鱼真肥！你看这鳞亮得很，肚子不鼓背厚，这鱼肯定好吃。就是啊。叶老板，昨天电话里我还以为你夸大，现在看是我小看你了。刘老板先收减，合格再谈价。抽，做长期生意，规矩越清楚越好。这一批我全要。价格按精品鱼走，比普通鱼高3成。高3成？叶枫这鱼卖这么贵？青龙塘以前可是臭水坑啊！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鱼吃的是水，水好，鱼就好。我饭店要的是品质，不是听你们说它以前臭不臭。叶老板，我想跟你签季度供应，我现在产量有限，不能保证大批量。那你能供多少？按目前存塘量和生长情况，每月稳定供应2批，不能再多，多了会影响水体和后续品质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这合同我更愿意签。小峰啊，30早就说你有出息，我娘家那边也有口塘，你什么时候帮忙看看？可以看，按技术服务流程来，先检测水质，再出方案，费用和责任写清楚。还要费用啊？咱们都是亲戚，亲戚更要写清楚。你这孩子怎么还记仇呢？不是记仇，是长记性。小峰说的对，以后村里凡是涉及承包、合作、分红，都要白纸黑字。亲戚不是糊涂账的借口。叶老板，晚上我饭店上新菜，把你这青龙塘生态鱼打出去，别夸过头，实事求是。你这个人真不像做生意的。他这样才是能长久做生意的。刘明远回去后，当晚就在饭店推出了青龙塘清水鱼，第1天就卖爆了。第2天，县城生鲜店主动联系我。第3天，镇上电商服务站也找上门。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以前叫我小峰的人，现在开始叫叶老板，我不太习惯。我还是每天在塘边巡水。小峰，晚上来村委会一趟。什么事？大海说想把去年那笔账当着村里人的面讲清楚。好。去年我承包的70亩鱼塘，确实是叶枫帮我打理的。当时我跟他说，赚了钱利润对半分。去年扣除鱼苗、饲料、电费、人工、运输等成本后，净利润304万多。我最后只给叶枫3万，这不是误会，也不是算错，是我贪心，我舍不得分出去一半。我想着没有合同，叶枫拿我没办法，我还觉得他是堂弟，脸皮薄，不会闹。我错了，我欠叶枫152万，先还30万，剩下的按协议分期偿还。村委会见证。小峰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第1，欠款按协议还。第2，去年那几口塘的真实经营数据要交给村里备案，作为以后养殖培训的案例。案例？高密度、过量投喂、不清汤、不记录，最后会有什么后果，让大家都看看。你已经吃了亏，别让别人再吃。好。第3，以后你要是还想养鱼，可以从合作社的基础岗位做起，清塘、巡塘、
记录、投喂，一样一样重新学。我愿意。签完那一刻，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下，不是因为拿回了钱，而是因为这笔糊涂账终于有了白纸黑字的结尾。这一晚，我走出村委会时，天上有月亮。小风，谢谢你没把我逼到绝路。不是我没逼你，是规矩给你留了路。以后别再把别人的心软当成你占便宜的机会。随后，我回老屋整理爷爷留下的木箱，箱子里除了养堂笔记，还有一沓旧纸。以前我看不懂，也没心思整理。现在我想成立合作社，就必须把叶家老堂的历史弄清楚。有修堂工钱记录，有爷爷手写的水路图，还有盖着村里旧印章的证明。我越看，心跳越快。原来当年叶家祖辈最早修起来的，不只是青龙堂附近的小堂，村南的3口老堂也有叶家投入修建的记录。后来分家时，大伯一房掌管账本，很多东西没有说清。再后来，村里统一调整承包，几口老堂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。爷爷不是不争，是那时我还小，父母又不在了，他争不动，所以他把凭据都留下了。若后人有利，可依法查明，不可私闹，不可硬抢。祖业不是争脸面，是守规矩。我不能拿着这些东西私下去闹，我要让爷爷留下的东西经得起查，也经得起规矩。第二天，我拿着资料去了村委会。小风，这些东西你从哪儿找出来的？爷爷木箱里。寿山老哥还是留了后手啊。这些能用吗？年代久了，有些需要核实。村里也不能光凭几张旧纸就定结论。这样，你把资料复印一份留村委会，原件你自己收好。我们按程序查旧档案，再报镇里确认。好。你真能忍，换了别人怕是早闹到你大伯家去了。爷爷说不可私闹，不可硬抢。你爷爷教得好。支书，小峰这是啥意思？翻老账？我们叶家早分过了，他现在拿几张破纸想干什么？我不是翻私账，我是查承包历史，属于谁的按规定确认，不属于我的我不拿。哼，说的好听，你现在鱼卖上价了，就想把祖辈堂业都抓到自己手里。我要是想抓，就不会把资料交村委会。程贵，这事儿村里会按程序查，不是小峰说了算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当年很多事糊涂，现在就要查清楚，谁也别急，谁也别闹。小峰，你现在出息了，连大伯都不认了。这句话我听着很熟，每当他们想占便宜时就说亲戚，每当我要讲规矩时，他们就说我不认亲。大伯，认亲不等于认糊涂账。好，你有本事。唉，你大伯这些年占惯了便宜，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。几天后，镇里派人来核查，村档案室翻出了一批旧记录，事实慢慢清晰。村南3口老堂确实有叶家祖辈早期修建和投入记录，其中镇里给出处理意见，属于集体资产的，统一公开招租或纳入合作社管理；历史投入部分，按规定权或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原投入后人优先参与权。竞包会那天，镇里、村委会、农技站都派人参加。本次竞包采用综合评分，承包价占一部分，治理方案、环保承诺、经营能力和信用记录也要评分。我的方案很简单，继续原有养殖模式，适当修堂，提高承包费。过去水质记录有吗？农村养堂哪有那么多记录？环保责任书能签吗？出了问题按规定承担。签是能签，可也不能什么责任都压承包户身上吧？这就是啊。下一位，叶枫。第一页是3口堂的历史水路图，第2页是现状检测结果。好，第3页是分阶段修复计划。第1阶段清沟通水，先做隔离沉淀；第2阶段分层清淤，抵制改良；第3阶段建草造带和生态环传区；第4阶段低密度饲养，分堂分类管理；第5阶段纳入清水湾统一品牌和数据监管。我不承诺1年赚多少，我讲3年。第1年修复和试养，第2年稳定供应，第3年形成可参观、可培训、可复制的生态堂区。如果第1年收益不达预期，你怎么办？按方案，第1年本来就不追求高收益，修复期的成本我承担，不会为了回本强行加密度。如果村里其他人想参与劳务和分红呢？优先接纳本村劳力，清淤、修坡、巡塘、数据记录都按工计酬。
后续收益可按合作社章程设置村集体分红比例。综合评分结果，叶枫第一。这不公平！评分过程公开，镇里和农技站都在，哪里不公平？你可以申诉。他是我侄子，他这是抢大伯饭碗！大伯，这3口糖不是谁的饭碗，是村集体资产。过去手续不清，现在按规矩来。随后，我提出成立合作社。第一页是4条红线：不乱排污水，不超密度养殖，不违规用药，不做糊涂账。小峰，你这是动真格的。要做就做长久。合作社怎么运转？村里荒糖、废糖、低效糖可以自愿加入，加入前统一检测，评估治理成本，能养的养，暂时不能养的先修复，不硬伤。收益按投入比例、劳务贡献和合同约定分配，所有堂口都挂数据牌。水质、投喂、用药、出货记录都公开，村委会监督，农技站指导。财务每季度公示。那我们自己堂里的事儿也要让别人看。你不加入合作社可以不看，加入了就必须公开关键数据，因为你卖的是清水湾的品牌，不能一口糖坏了砸了所有人的招牌。这点我支持。品牌最怕参差不齐，那你的轻纱技术也教？轻纱只是抵制改商材料之一，不是万能药。核心配比我不会随便交给个人乱用。合作社治理堂口时会统一采购、统一检测、统一使用，全过程记录。那不还是掌握在你手里？如果你想拿一把沙回去自己乱撒，那不行。如果你想按规范把糖养好，合作社可以提供服务，也接受村委会和农技站监督。叶枫这个做法是对的，很多东西不是藏不藏的问题，是乱用会出事。合作社不是叶枫一个人的私摊子，章程要写清楚，财务要公开，技术使用也要有监管。我能加入吗？我以前做错了，现在我不想当老板，也不想管账，我想从清堂工做起。这是我这几天重新整理的鱼塘出事记录，虽然不全，但我把能想起来的都写了。可以加入，但要按合作社规矩来，没有特权，从最基础做起。可以。那就这么定。清水湾合作社开始筹备。消息传出去后，三婶主动找了过来。我之前话多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以后按流程办事就行。我娘家那堂还是想请你看看，费用该多少多少，咱签协议。可以，有些人不是一下变好的，但只要愿意按规矩来，水就还有机会变清。人也是。清水湾合作社正式挂牌那天，村委会门口来了很多人。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一共有9口糖，青龙堂不用说，村西3口荒糖，村南3口老糖，三婶娘家的小糖，还有叶大海原来剩下的1口，经过处理后准备重新修复的糖。叶大海签入社协议时，很多人都看着他，他没在摆架子。我明天几点上工？早上5点半，先巡青龙堂，再去村西荒塘清沟。行。从那天起，叶大海每天跟着巡塘、清沟、记录、控料。他最开始以为基础活就是体力活，干了几天，他才发现不是。巡塘不是绕一圈，要看水色、鱼的游动、塘角有没有泡沫，还要看草带有没有腐烂，增氧机声音对不对。投喂也不是直接撒饲料，要看天气，看鱼群抢食，要看上一顿剩没剩，水温适不适合。记录也不是随便写，数据要真实，异常要标红，处理措施要跟上。他越学越沉默，他终于明白，去年我替他管塘时，到底做了多少事。那些他以为顺手的活，原来每一样都要经验。原来管塘不是我想的那样。
村南老堂治理那天，我带着合作社的人去了现场。第一步清杂草，第二步通水沟，第三步测底泥。干到中午，叶成贵来了。你们把这塘挖成这样，万一坏了怎么办？大伯，开工前方案已经备案。别一口一个备案，你爷爷当年养塘也没这么多花架子。爷爷比谁都讲规矩，只是那时候规矩写在心里，现在要写在纸上。大海，你也跟着他胡闹？你忘了谁是你爹？爸，塘现在是小峰按程序承包的，我们是在干合作社的活。你说什么？以前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着占便宜，才把事弄成这样。现在按规矩来，没什么不好。你现在倒帮他说话。我不是帮谁，我是认错。哼！这天老塘修复到一半，暴雨来了，我立刻安排人值守。青龙塘由老周负责，村西荒塘、三婶娘家塘也都有人看。风险最大的是村南3口老塘。东侧排水口再清一下，暗渠入口用网拦住。2号塘水位上涨快，开临时一流沟。小峰，这么大雨，青龙塘那边没问题吧？青龙塘正常，村西荒塘和三婶娘家塘也正常。小峰，这里不对。戏水不大，但位置危险。沙袋，慢点，别急，别急，分层压带先堵内侧，外侧相加木桩固定。爸，别站那儿，危险！爸，看什么？塘要塌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忙到夜里11点，渗水终于止住。你爷爷当年也是这么守塘的，那时候我年轻，总觉得他太死板，下雨要守，天热要守，刮风也要守，一口塘而已，哪用那么认真？现在才知道，不认真，塘真会坏。村南这3口塘，你好好养。我会。这一夜，水没有冲垮塘根，却冲开了一点旧结。暴雨后第2天，太阳出来，村南老塘水位稳定，暗渠清流依旧。还是有规矩好。以前一到大雨天就看运气，现在人家有预案。叶枫这合作社真不是花架子。老支书听见这些话笑了。一场暴雨比100句宣传都管用。招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一场一场事儿扛出来的。暴雨过后，清水湾的名气彻底传开。陈经理，我还以为你们会带我去办公室谈。鱼在塘里，先看鱼。有意思。青龙塘已经稳定供应，但现在产量有限。你不怕我觉得你产量不足？现在确实不足。别人都拼命说自己能供，你倒好。供不上就是供不上。应接订单，最后坏的是品牌。叶枫，你知道我们连锁店最怕什么吗？怕质量不稳定。对，我们可以先做小匹批量精品柜，价格高一点，量不强求，但有个条件。你说 PP 检测 PP 溯源，这也是我们的要求。清水湾鱼进城后，村里第一批分红也下来了，钱不算多，但每一笔都清楚。第一次见养鱼账这么清楚，以前账在谁口袋里都不知道。合作社还缺人吗？我年纪大了，重活干不了，看水沟、巡塘边还是能干的。缺，但大伯，进合作社要签劳务协议，考勤、职责、报酬都写清楚。写就写。明天早上6点到村南老塘。叶成贵拿着表走了，我没有难为他，也没有翻旧账，只是让他按规矩来。叶成贵忽然明白，我赢的不是一口气，是让所有人不得不承认，规矩比人情糊弄更长久。中秋前，合作社分红了，这个月工资我想拿1半还款，按协议还就行，不要打乱你的生活。我以前那么对你，你还替我想这个？我不是替你想，我是替规矩想。协议怎么写，就怎么做。小峰，我现在才知道，
你比我适合当叶家这个带头人。带头人不是当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那你已经做出来了。第2年冬天，清水湾迎来最重要的一次出趟。赵站长带着检测设备来了，陈经理和刘明远也来了，电商团队也架好了机器。这是合法承包回祖辈老堂后出的第一批鱼。小峰，时辰差不多了。齐王，这条怕是有20斤。叶哥，说2句。这条鱼不是我一个人养出来的，有老周他们每天巡堂，有农技站指导，有村里按规矩支持，也有人从错误里重新学，还有我爷爷留下的老水路。真正的认可不在嗓门里，在水里。当天村南老塘第一批鱼全部收空，价格比普通鱼高出不少，但我依旧控制出货量。那条鱼王我高价收，这条不卖。小峰，鱼王不卖吗？他是第一批见证者，留着手堂，人们似懂非懂，却觉得这件事不一样。后来鱼王手堂的故事被拍成短视频，比带货视频还火。叶哥，鱼王手堂火了。有人说我会营销，可我知道，我只是舍不得。那条鱼像一个证明，证明祖辈老堂重新活了，证明爷爷的水路没有白流，也证明我从3万块的羞辱里走出来，不是靠怒气，是靠一口口糖，一张张记录，一次次守夜。村南老堂丰收后，我们开了第1次年度总结大会，收入、成本、分红、备用金、村集体收益一项项公开，合同写明白，心里真舒坦。以前我总觉得叶家糖业该谁辈分大谁说了算，后来才知道糖不认辈分，只认谁真管他。小峰，大伯以前很多地方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你爷爷，以后好好守堂。好。这个月的还款我已经转过去了，剩下的我会继续按协议还。还有，这是我这半年写的巡堂记录。以前我觉得记这些丢人，现在觉得这才是养鱼人该做的事。哟，大海现在字儿都写端正了。小峰，你也说2句。今年清水湾活了6口塘，明年我们不急着翻倍，先把已经活的塘守稳，再修2口荒塘。合作社的钱不能都分掉，要留一部分做水质监测、设备维护、技术培训。以后每个社员都要会看水、会记账、会守规矩。小峰，那咱们什么时候能赚大钱？先别想着赚大钱，别想着赚脏钱，别赚快钱，别赚让堂还不起的钱。老支书知道，村里真的不一样了。以前大家比谁赚得快，谁关系硬，现在他们认真听我说水、说规矩、说长久。第3年春天，清水湾成了镇里的生态养殖示范点。先不看鱼，先看水。每次有人来，我都不先带他们看鱼、看进化沟、看数据牌，还要看每一本巡堂记录。叶老板，我们是来看你怎么赚钱的。那更要先看这些。为什么？看不到这些，只能看到鱼卖钱。看懂这些，才知道钱怎么来，也才知道怎么留得住。清水湾的培训课慢慢固定下来。第1课不讲轻杀，讲轻淤，不少人一开始失望。第2课不讲卖鱼，讲水质。第3课不讲利润，讲合同。他们想听神秘配方，我只讲一步一步，先检测，再清淤，再稳底，再活水。太慢了，慢点没事，稳就行。真正赚钱的路，往往不是最刺激的那条，是最不容易翻车的那条。我的生活也变了。下面请清水湾负责人叶峰发言。县里开会请我发言，镇上培训请我讲课，采购经理和饭店老板见了我，都客客气气叫一声叶总。可村里人还是喜欢叫我小峰，我也喜欢这个称呼，因为我的根在这里。这天，我收到一笔转账，我看着手机上的到账提醒，沉默了很久。不是因为钱，是这件事终于彻底落下句号。小峰，钱还清了。我收到了。这几年我每天都想着这事儿，现在还完了，心里反而空了一下。以后就不用想着欠账了，想着怎么把糖守好。我现在是真喜欢养糖了。以前我喜欢的是收钱，不是养糖。现在不一样，早上起来不去塘边看一眼，心里不踏实。那就算入门了。前年那3万块，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丢人。可要是没有那件事儿，你可能也不会包青龙堂。可能吧。你还恨我吗？最开始恨，
后来忙着养唐，没时间恨。再后来，唐活了，我也就不想恨了。谢谢你，不用谢我。你现在能站在这儿，是因为你自己肯改。这件事到这里，才真的从账本里走出来，账清了，心也能往清处走一步。3年后，清水湾成了县里最有名的生态渔产地，不少游客周末会来，不只是买鱼，也看水、看塘、看村子。曾经人人嫌弃的烂泥湾，如今是村里最漂亮的地方。叶大海现在是合作社塘口主管，3婶成了合作社最积极的宣传员。叶成贵年纪大了，重活干不动，就每天在村南老塘边看水路。这老石渠是谁修的？这是叶守山修的，我侄子叶枫又把它通开的。我没有过去打断，有些和解不需要拥抱痛哭，能一起守住一条水路就够了。这年除夕，叶家人在老屋吃了一顿团圆饭。小枫，今年不说对不起了，说多了也没用。以后叶家的塘，咱们一起守，按规矩守。对，按规矩。饭后，我一个人去了塘边。3年前，我就是在这里挖出了爷爷留下的陶罐。那时候，我刚被3万块伤透，满心都是不甘。那3万块像一把刀，割断了我对糊涂亲情的幻想；可它也像一把锄头，把我推向了这口沸塘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喝多了？没多。小枫，你说咱爷爷会不会怪我？会。但看你现在这样，应该也会点头。你说话还是这么扎心。渔王，应该是。还真守塘。鱼守塘，人守心。鱼守塘，人守心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屋，每一口塘边都有一盏小灯，灯光映在水里，像星星落进人间。未来还会有风雨，还会有难题，但只要水路通着，规矩立着，心不浑，这片塘就不会轻易坏。爷爷，过年了。风吹过枝头，水面微动，像老人温和的回应。